作为东亚合作系列会议的重头戏，第19届东亚峰会于当地时间11号上午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与会各国领导人聚焦增进互信、加强合作、共赢挑战等议题，就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交换意见。当地时间11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老挝万象出席第19届东亚峰会。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进一步弘扬和平共处5项原则，聚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凝聚共识，深化互信，加强合作，携手开创地区和世界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本届东亚峰会由老挝总理宋赛主持。宋赛在峰会上称，19年来，东亚峰会合作取得长足进步，合作范围大大拓宽。面对不断演变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加强东亚峰会框架下合作，增进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和相互信心至关重要。这是实现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本届东亚峰会有来自东盟10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和美国的领导人或代表参加。深圳卫视注意到，在峰会期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在借南海问题炒作中国威胁论。据报道，布林肯在与东盟领导人会见时炒作称其仍对中方在南海及东海的行为感到担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同南海当事国完全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共同管控好海上局势。美国等个别域外国家在南海升级武力部署和军事活动，挑动对抗，制造紧张，才是南海和平稳定最大的不稳定源。中国始终强调的是，问题可以摆在桌面上，可以进行沟通，也可以最终寻找到解决的出路。关键是双方和多方要有建设性的意见。所以呢，涉及到南海和平稳定的问题，一方面中国与直接争议方之间在进行沟通，我们希望管控分歧。当个别国家在炒作南海问题的时候，其实中国和东盟都会有一些认知，也希望当前的安全问题不要影响地区的发展，也同样希望地区的发展有利于安全问题的解决。而最能体现此次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合作精神的，就是在中国与东盟领导人10号宣布实质性结束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并发表联合声明。对此，外交部发言人11号表示，这是中国与东盟首次达成各自经贸协定中最高水平的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章节。这些升级成果将全面拓展中国与东盟在新兴领域的互利合作，加强双方标准和规则领域里的互融互通，共同构建安全稳定、畅通高效的供应链合作网络，推动双方互利共赢迈上新水平。商务部国际司负责人介绍，3.0版升级涵盖9个领域，既包含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现有领域，也包括双方具有巨大合作潜力的新兴领域。具体为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标准技术法规与合格评定程序、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海关程序和贸易便利化、竞争和消费者保护、中小微企业经济技术合作。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受到东盟各国欢迎。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强调，在全球保护主义抬头之际，自贸区升级向各方释出明确的信号，即自由贸易和双赢的市场合作极为重要。泰国总理佩通坦在会议上强调，东盟与中国的关系是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石，希望通过广泛的伙伴关系，挖掘共同发展的潜力。印度政府决定首次在本土建造2艘攻击型核潜艇，并购买31架美制远程无人机，预计将耗资4500亿卢比，约合380亿人民币。作为美国在南亚的重要伙伴，印度真的甘心被美国绑上战车吗？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9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建造2艘攻击型核潜艇，并购买31架美制 MQ-9B 远程无人机。其中2艘攻击型核潜艇将首次在印度当地造船厂建造。早在9年前，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就批准了建造6艘6000吨级的国产攻击核潜艇，由印度海军自行设计。最新批准的2艘攻击型核潜艇就是这6艘中的前2艘。虽然还未披露具体交付日期，但印度政府曾称首艘国产攻击型核潜艇计划于2032年服役。
9月初，印度歼敌者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2号艇“密敌者号”正式服役，标志着印度已有2艘战略核潜艇入列，同时也体现了印度在核潜艇方面巨大的决心和意志。除了6艘攻击型核潜艇，印度海军采购清单中还包含了6艘战略核潜艇。印度的核力量的这个思想呢，或者战略呢，其实是发生变化的啊。就在穆迪上台之前，其实印度的核武器核装备呢，更多的是着眼于防御型的啊。但在穆迪上台之后呢，实际上我看到过去这些年呢，印度对于核力量的这个使用呢，它倾向于这个进攻性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以色列安全内阁10号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回应本月1号伊朗对已发动的大规模导弹袭击。据一名以色列官员透露，对于如何回应伊朗，以色列领导人已做出关键决定，但外界尚不清楚决定的具体内容。过去10多天来，以色列一直试验报复，但并未发起行动。有分析称，一方面是因为以色列安全高层内部存在分歧，有官员仍认为现在应谨慎行事，因为以色列难以在没有美国协助的情况下发起大规模行动。另一方面是一些以国防官员担心，在以色列同时与哈马斯和真主党战斗的情况下，再挑起与伊朗的战火，将使该国资源严重不足，此前取得的成果恐将付之东流。其实，在伊朗用导弹袭击以色列10多天之后，扬言立即要报复的以色列，至今没有采取行动。我认为这背后的原因，并不是卡在了以色列与伊朗的军事博弈层面，而是卡在了政治与外交层面。而且，这个政治与外交层面的博弈，还不仅仅是发生在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拜登总统与内塔尼亚胡总理，以及哈里斯与特朗普2位总统候选人，也都同时卷入到了这场错综复杂的博弈当中。我个人判断，最终内塔尼亚胡极有可能会选择两边都不得罪，在两边之间玩一个微妙的平衡，也就是既部分的听特朗普的话，选择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报复伊朗，同时又部分的听拜登的话，只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不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石油设施。美国方面也存在担忧，美以领导人9号时隔50多天再度通话，据悉双方就如何报复伊朗计划上更接近于达成共识。知情人士称，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计划稍微没有那么紧张了。拜登此前已经表示，他不会支持以色列对与德黑兰核计划有关的地点进行打击。拜登还敦促以色列不要考虑打击伊朗石油设施，否则可能会推高全球油价。经过长达10多天的激烈博弈之后，美以双方，或者说是拜登与内塔尼亚胡，终于就以色列如何报复伊朗达成了一份不对外公开的交易计划。而在跟内塔尼亚胡政权达成交易之后，我认为接下来拜登政府还将会通过秘密渠道去跟伊朗打招呼，甚至是跟伊朗做私下交易，也就是告诉伊朗，为了避免以伊之间的全面战争，我好不容易压制住了内塔尼亚胡，让以色列不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石油设施。在这种情况下，你伊朗也必须要给我美国一个面子，也就是面对以色列的报复行动，伊朗也必须要保持克制，不要还手，否则的话，我美国就要出手了。伊朗方面连日来也放出狠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如果以色列采取报复行动，伊朗将袭击数十个以色列的安全、军事和经济中心。伊朗最高领袖的一位高级顾问警告称，如果以色列胆敢将目标对准伊朗的核设施，德黑兰方面可能会改变其核政策。海湾地区国家也正在游说美国阻止以色列攻击伊朗的石油设施，因为这些国家担心，如果冲突升级，他们的石油设施会成为报复目标。分析称，内塔尼亚胡的其他选项包括进行一次象征性的打击。目前，以色列最有可能的军事回应就是针对伊朗的导弹基地发动袭击，这一做法最不可能再次引发伊朗的报复。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分析，根据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的警告，以方将对伊朗发动强大、精确，最重要的是出其不意的攻击。这也就意味着伊以之间是否会爆发全面的战争，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以色列虽然不一定会攻击伊朗的核设施与石油设施，但是却很有可能会对伊朗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人物采取精确制导的定点清除行动。而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以色列不会轻易动手，而是会耐心的等待，
一直等到最佳的战术打击时机出现为止。这个也就意味着以伊之间是否会爆发全面战争，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